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句老话在很多中国家庭根深蒂固。婚后，多少女人的嫁妆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公婆家的共有财产。我曾以为这种事离我很远，直到我亲身经历了一场关于陪嫁车的闹剧，才明白婆媳关系有多复杂。这是我的故事，也可能是很多已婚女性的缩影。小玲，车钥匙放哪了？我妈说要去趟医院。老公小刚的声音从客厅传来，我正在厨房洗碗，随口回答：在门口鞋柜上啊。不过我今天下午要用车去接客户，用我的车去吧。你那车我妈说开着更舒服。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了。自从婆婆搬来和我们同住，我那辆作为陪嫁的白色奥迪 A4 几乎成了她的专车。行吧，我擦干手走出厨房，不过提醒妈早点回来，我5点前得去接人。婆婆从卧室出来，头也不抬地拿起钥匙，知道了知道了，你那么金贵的车我能怎么着？用完就还给你。我笑了笑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有些不舒服。这车是我爸在我结婚时给的陪嫁，车本也是我的名字。婆婆3天2头借车也就算了，说话还总带着一股子阴阳怪气。小刚看出我的不悦，凑过来低声说：我妈年纪大了，脾气你就别跟她计较了。我点点头，决定不为这点小事生气，毕竟是一家人，计较太多只会让家庭气氛更紧张。下午4点半，我正准备给客户打电话确认地点，手机却先响了起来，是婆婆。喂，妈，小玲啊。婆婆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车出了点小问题，可能要晚点回来。我心里一紧，出什么事了？撞车了？没，就是遇到个熟人，多聊了会儿。你有急事吗？我5点要去接客户，很重要的客户。那个，要不你打个车？我这边真的走不开。还没等我回答，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男声：阿姨，这车真不错，动力十足。我一愣，那声音怎么听着像是小刚的堂弟小明？他前段时间刚考了驾照，一直眼馋我们家的车。妈，你是不是和小明在一起？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然后婆婆干笑2声：是啊，碰巧遇到了，就让他试试车。小玲，你别多想，我们马上回去。挂了电话，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碰巧遇到那么简单。果然，5点半过去了，6点过去了，我的车和婆婆都没有回来，我不得不取消了客户会面，可能损失一笔不小的订单。晚上8点，当我正准备给婆婆打第10个电话时，门终于开了，婆婆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身后跟着小明，而我的车钥匙正在小明手里把玩着。小玲回来了，客户见完了吗？婆婆笑眯眯地问，仿佛完全忘了自己耽误了我的约会。我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妈，我的车呢？小明插嘴道：车停楼下了。嫂子，你这车真不错，开起来特别带劲。婆婆笑着拍拍小明的肩，小明刚考了驾照，让他练练手吗？对了，小玲，小明最近找工作，需要代步工具，我看你这车平时也没怎么用。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原来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试用。妈，您的意思是？我盯着婆婆，希望自己理解错了她的暗示。婆婆眼神闪烁，挥挥手说：我就是觉得你这车停着也是停着，借给小明用几天怎么了？他找工作不方便，有辆车能帮大忙。小明也笑嘻嘻的附和：嫂子，
就借几天，我保证完好无损地还给你。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这是我的陪嫁车，车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您凭什么做主借给别人？婆婆脸色一变，我没说要送人啊，就是借几天而已，你至于这么小气吗？进了我们李家门，就是一家人，这点小事都计较。就在我们争执不下时，小刚回来了，看到紧张的气氛，他皱眉问道：怎么了？这是？婆婆立刻换上委屈的表情：小刚啊，你媳妇太小气了，我就说借车给小明用几天，他就跟我急眼了。小明也帮腔道：表哥，我就借几天，找到工作就还。我冷笑一声：你们倒是挺会安排，也不问问车主人的意见。我本以为小刚会站在我这边，毕竟这车是我的嫁妆，但让我失望的是，他居然说借几天也没什么吧。小明确实需要用车找工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刚，这是我爸给我的陪嫁，车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怎么能？小刚打断我：就是因为是一家人才，更应该互相帮助啊。小明是我表弟，他有困难，借车几天怎么了？我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回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躺在床上。我越想越不对劲，婆婆和小明今天的表现明显是早有预谋。我翻出手机，拨通了闺蜜小文的电话。小文，我怀疑我婆婆想把我的车给她侄子用。小文沉默了一下：你确定不是借几天那么简单？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今天婆婆借车，临时改变主意不还我，还让小明试驾，回来后又暗示要借几天。你说他们会不会打算长期占用我的车？小文的声音变得严肃：小玲，你得提高警惕了。我表姐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最后陪嫁的金项链莫名其妙成了小姑子的。挂了电话，我决定明天一早就把车开走，绝不能让小明轻易得手。然而第二天早上6点，当我打开窗户往下看时，我的车位已经空了。我立刻给小明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喂，嫂子，这么早有事吗？小明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睡意。我的车呢？谁允许你半夜把车开走的？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道。啊，不是，是阿姨说你同意了，让我先用几天的。我的血压瞬间飙升，把车立刻给我开回来。小明支支吾吾：我已经开到郊区面试去了，今天可能回不来。我挂断电话，冲进婆婆的房间，她正悠闲地喝着茶，见我进来，脸上露出无辜的表情。妈，你为什么擅自把我的车给小明？我强忍着怒火问道。婆婆放下茶杯：小玲啊，小明找工作不容易，有车会方便很多。再说了，你不是有小刚的车可以用吗？那是我的车，我的陪嫁。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嫁进李家的东西就是李家的。婆婆突然拍桌而起：你怎么这么小气？自己家的侄子用一下车都不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震惊了。婆婆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吼过。这车是我爸买的，车本上是我的名字，法律上这就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坚决地说。婆婆冷笑一声：法律？你要跟婆婆讲法律？你这是要跟整个李家为敌啊！我们的争吵惊动了小刚，他急匆匆地跑进来，听完事情经过，他竟然也站在了婆婆那边。小玲，就几天而已，你别这么计较好不好？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你知不知道，你妈未经我同意就把车给了小明？这已经不是借不借的问题，而是尊重的问题。小刚叹了口气：好了，小明会把车还回来的，你就别跟我妈闹了。
她年纪大了，我看着面前这对母子，突然感到一阵陌生。结婚5年，我以为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但此刻我清晰地感受到了那条无形的界限，在他们眼中，我永远是个外人。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车一直没有回来，小明每天都找各种借口，今天去远郊面试，明天要见客户，后天要带朋友兜风，而婆婆则变本加厉，不再掩饰她的偏心。小明用车比你重要多了，他找工作关系到终身大事，你平时上班坐地铁不就行了？小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但在关键时刻，他总是向着他妈妈。我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有一次甚至当着婆婆的面大吵了一架。你必须今天把车要回来，我对小刚说，否则我就去报警说车被偷了。婆婆听了大惊失色，你敢？那是借给自家人，你报什么警？小刚急忙劝阻，小玲，你冷静点，别做傻事。我这就给小明打电话，让他明天把车开回来。但第2天、第3天，车依然没有回来。小明的借口花样百出，而婆婆则完全站在他那边，说我不近人情，小家子气。1周后的周日晚上，我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客厅里婆婆和小刚的对话。妈，这事闹得太大了，小玲真的很生气。小刚的声音，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辆车吗？小明不是说了会还吗？婆婆满不在乎地说，可是都快10天了，听我说。婆婆压低了声音，小明这次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公司离家又远，如果没有车，他可能坚持不下去。我寻思着，要不就让他用久一点。小刚犹豫了，你媳妇那车也开了好几年了，旧了，咱们干脆买辆新的给他，这辆就让小明开着吧，反正都是自家人，车在谁手里不是开？我的手一抖，差点把菜刀掉在地上。原来他们不是要借几天，而是打算直接把我的车据为己有。我悄悄退回厨房，拿出手机给我爸打了电话。爸，我的车可能要不回来了，我低声说道，生怕被客厅里的人听见。什么？怎么回事？爸爸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我简单解释了情况，爸爸气得不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那车是我给你的陪嫁，车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他们凭什么占为己有？我叹了口气，婆婆说嫁进李家的东西就是李家的，胡说八道。爸爸怒道，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封建时代，这样明天我陪你去找他们要车。挂了电话，我的心里有了主意，既然婆婆想玩，那我们就玩个大的。第2天一早，我借口去超市，偷偷去了车管所。根据车牌号查询，我的车竟然在3天前就已经提交了过户申请。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他们不仅要借车，还打算直接把车据为己有。我立刻打电话给小明，车子过户的事是怎么回事？小明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憋出一句，嫂子，这事你得问阿姨。我二话不说赶回家，发现婆婆和小刚都在客厅里，看到我脸色难看地冲进来，他们都愣住了。车子过户的事，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把车管所的查询结果甩在茶几上，婆婆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但很快又恢复镇定。小玲，你听我解释，小明那工作确实需要车，我想着反正是自家人，不如就，所以你们打算直接把我的车据为己有。我打断他，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提交过户申请，这已经涉嫌诈骗了。婆婆一拍桌子站起来，什么诈骗？我们是一家人。再说了，过户申请上
不是有你的签名吗？我的签名。我震惊地看着他，我根本没有签过任何过户文件。小刚这时插话：小玲，别激动，我妈也是为了小明好，你们伪造我的签名。我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这对母子，这已经是犯罪了，你们知道吗？婆婆的表情变得狰狞。你少在这里吓唬人，那车本来就是我们李家的，你嫁过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好，既然这样，那我们法庭上见。我拿出手机，我现在就报警，告你们诈骗和伪造签名。婆婆脸色大变，急忙阻止我。你敢？你要是报警，这个家就别想过了。我的手指停在了报警电话上，心跳如擂鼓。婆婆的眼神中充满了威胁，小刚则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真的敢报警。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门铃响了，是我爸。他看起来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早。爸，我几乎是哭着扑进他怀里。爸爸轻拍我的后背，目光却锁定在婆婆和小刚身上。怎么回事？我女儿的车呢？婆婆硬着头皮解释：老王啊，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商量车的事呢。小明最近找了份好工作，需要用车，所以我们想，我已经知道了。爸爸打断他，语气严厉：你们不仅借车不还，还擅自提交了过户申请。小刚低下头，不敢直视岳父的眼睛。婆婆则强撑着辩解：这不是都是自家人吗？车放在谁那儿不是用？自家人？爸爸冷笑一声：自家人就可以随意占有别人的财产？那车是我给小玲的陪嫁，车本上写的是她的名字，法律上那就是她的私人财产。婆婆被噎住了，但很快又找到了理由：嫁进门的东西就是我们李家的，这是老规矩。爸爸怒极反笑：什么年代了，还讲这种封建糟粕？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这样做已经涉嫌诈骗和伪造签名，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婆婆被爸爸的气势镇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小刚这时候终于开口：岳父，您别生气，这事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我现在就联系小明，让他把车开回来。爸爸点点头，车必须今天开回来，否则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了。小刚连忙给小明打电话，要他立刻把车开回来。挂了电话，客厅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爸爸坐在沙发上，眼神锐利地盯着婆婆：王女士，我想知道过户申请上的签名是怎么回事？婆婆神色慌张：那个，我们以为小玲会同意的，所以你们确实伪造了签名。爸爸的声音低沉而危险，婆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小刚低着头，脸色煞白。3个小时后，小明终于把车开了回来。看到我爸在场，他明显紧张了许多，连声道歉，说是误会。爸爸二话不说，拿过车钥匙递给我：小玲，明天去车管所撤销过户申请，然后把车开回我家存着。我点点头，没有看小刚一眼。婆婆急了：这怎么行？小玲住在这里，车放你家干什么？爸爸冷冷地看着他：我不放心把车留在这里，既然你们一次把车据为己有，就会有第2次。婆婆还想争辩，爸爸直接打断她：除非你们同意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擅自处置小玲的财产，否则车就放我家了。小刚犹豫了一下，最终点头同意了。他拿出纸笔，写下了保证不再擅自处置我的私人财产的承诺，并按了手印。婆婆虽然不情愿，但在爸爸的坚持下，也不得不签了字。当天晚上，爸爸离开后，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婆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小刚则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小玲，她终于开口：
你真的要把车开回娘家吗？我冷笑一声，不然呢？留在这里等着你们再次偷偷过户给小明。我们错了，真的，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我看着他，心里又气又疼。小刚，问题不只是车，而是你们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不尊重我的财产权。婚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在你们眼里，我嫁过来的东西就成了你们李家的。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了车管所，在撤销过户申请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过户申请上的我的签名赫然是婆婆和小明的杰作，他们居然找了个签名代写的人来伪造我的签名。我拿着这个证据回到家，把过户申请表拍在茶几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误会，请专业人士伪造我的签名。婆婆和小刚都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发现这一点。我们，小刚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婆婆则干脆破罐子破摔，不就是签个名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我冷笑一声，伪造签名是犯罪，足以让你们坐牢的。婆婆脸色大变，你敢报警，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不用您断绝，我自己就断了。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行李箱，我搬回我爸家住，等你们想明白了再说。小刚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拦住我：小玲，别这样，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谈。之前我要车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谈？现在发现可能要坐牢了才想谈。我推开他的手，小刚，我不是非要闹到这一步，但你妈和你表弟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家，就好好想想怎么解决问题。说完，我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家门。回到娘家后，我整整哭了一晚上。爸爸心疼不已，但也没劝我回去。闺女，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但尊严是一个人的事。如果他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给不了你，这样的家有什么意思？接下来的几天，小刚不断打电话和发信息，说他已经和他妈妈谈过了，婆婆知道错了，希望我能回家，但我没有立即回应。这次的事件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婆媳关系的问题，更是小刚作为丈夫的立场问题。在整个事件中，他几乎一直站在他妈那边，对我的感受视而不见。第5天，小刚亲自来了我家，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眼圈发黑，下巴上冒出了胡茬。小玲，对不起。他站在门口，眼神诚恳。我知道这次是我们错了，妈妈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让我带你回家。我看着他，小刚，问题不只是道歉那么简单，你们根本不尊重我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和权利。在你心里，是不是永远都是你妈第一，我第二？小刚急忙否认，不是的，你在我心里当然是最重要的。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那现在呢？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小刚沉默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我已经和妈妈谈过了，以后家里的事情都由我和你做主，妈妈不会再干涉我们的决定，也不会再擅自处置你的财产。我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小明呢？小明已经找到工作了，他现在坐公交上班。过户的事情呢？我们已经正式撤销了申请，并写了检讨书给车管所。妈妈也认识到了伪造签名的严重性。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点了点头。好，我可以回去，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和你重新签一份婚内财产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财产权益。小刚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同意了。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回到家后，婆婆的态度确实有了很大转变，她不再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
也不再随意处置家里的东西。每次要用我的车，都会提前征求我的同意。小明也不再出现在我们家，据说他已经攒钱买了辆二手车，不再打我那辆车的主意。表面上看，家庭关系似乎回到了正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我和小刚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双方婚前财产各自所有，婚后共同财产平均分配。虽然这份协议让婆婆很不满，但小刚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再向他妈妈妥协。小玲，一天晚上，小刚突然对我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的婚姻。”我看着他，小刚，我爱你，但爱不是被欺负的理由。我希望你记住，婚姻是2个人的事，不是我和你妈3个人的事。小刚点点头，我明白了，以后我会更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个小家庭这边。几个月后，我的车在一次意外中受了重伤，修理费用高得惊人。小刚提议干脆换辆新车，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们俩一起买辆新车，登记在我们俩的名下。他说，我有些惊讶，你不怕你妈有意见？小刚笑了笑，这是我们家的事，由我们做决定。再说了，这次换车是我们俩一起出钱，名正言顺。就这样，我们买了一辆新车，车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和小刚2个人的名字。有一天，婆婆又来我们家做客，看到车库里的新车，她忍不住问道：“这是新买的车，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小刚平静地回答：“妈，这是我和小玲一起买的，我们俩的名字都在车本上。”婆婆愣了一下，欲言又止，最终她只是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婚姻终于迈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那场风波，我们都学到了尊重彼此的财产权和决定权的重要性。回首这段经历，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婆婆会认为儿媳妇的陪嫁理所应当归家里所有？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祟，还是对儿媳不够尊重？在许多家庭里，女性的财产权常常被忽视。我的陪嫁车险些成了小叔子的福利，而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如今，每当看到新闻报道类似的婆媳冲突，我总会思考，法律明明规定得很清楚，为什么现实中还有这么多人把嫁入门的财产就是男方家的当作天经地义？是他们不懂法，还是故意装傻？我很庆幸，通过这次冲突，小刚学会了在婆媳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学会了尊重我作为妻子的权利。婆婆也明白了，在现代社会，儿媳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外人，而是有独立人格和财产权的家庭成员。每个走入婚姻的女性都应该记住，陪嫁是你的财产，婚姻不等于放弃所有权。爱一个人，不代表要放弃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当那天小刚在过户现场看到因缺少真实签名而被拒绝的申请表时，婆婆惊讶的表情值得我永远铭记。那是法律对个人财产权最好的保护，也是对那些心存侥幸者最有力的警告。你的故事里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你会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